大宝好祖国啊！做攻略，我看世界。这站来到了福建宝藏的海滨城市泉州石狮，带我妈品味一场开海盛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儿子，什么是开海呀？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呀？开海其实是闽粤地区的一种开海文化，指的是每年夏天的时候，大海都会进入休渔，也就是禁渔期，目的是为了让海里的这个鱼虾繁衍啊。那相当于海里放暑假了是吧？还得是你会形容啊。接着等到休渔一结束，渔民便会举办一场隆重的开海仪式，也是为了祈求出海平安归来嘛。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说法嘞，是吧？但是光听听哪有什么意思啊？我直接带你去现场感受一下。走着，出发石狮，跟你走吧。登机了，石狮，我们来啦。OK， 那咱这就落地泉州了啊，先来打个卡吧。到泉州了，咱落地的时间刚刚好啊，现在就准备出发今天的第一站了，石狮祥之豆美宫广场，带着我妈去参加开海盛宴了。走着，从这个泉州晋江机场出来以后，到咱目的地石狮祥之豆美宫啊，还有19公里啊，交通工具咱直接来打一手车啊。到了，身后呢就是普普开海盛宴的活动现场了，咱来都来了，也去感受一下。走着。拿着拍个照啊，来换，这儿就是待会儿开海盛宴的场地了。好大哈！你看前面还有个大舞台呢，玩会儿有表演节目啥的都。吃着看着，咱先找个位置坐哈。这个桌子视野不错啊，坐吧。这就是这一次普普开海盛宴的菜单了，有这个海鲜大拼盘、粉丝蒸小青龙，还有这个清蒸东星斑都有啊。这也太豪横了吧？是吧？又没等着美吃吧？这闽南人都吃这么好吗？才知道啊，有口福了咱俩。开场的锣鼓队都来了。妈，你看现在那边出场的就是海底反了。什么是海底反呢？这个海底反呢是福建沿海地区的一项传统民俗，就是你看他们都会扮成这个虾兵蟹将，跟着这个锣鼓巡游啊，寓意是祈求这个风调雨顺的哈。挺有意思的哈，是吧？现在还是挺热闹的哈。这就是本期的鱼王了，龙胆石斑，重166斤呢。哇，这么长啊！对呀。鱼王起驾来了。待会儿那鱼王咱还能吃啊？当然了，他现在看完第一刀就送到后厨加工去了，待会儿咱就有口福了。哇塞，真美哈！现在就在这杀鱼王了，一个鱼王好几个厨师长伺候啊！哇塞，这鱼王现场看是真大呀！哇，这个就是东星斑啊，看着好新鲜啊！这边还有这种梭子蟹啊！哇，上菜了，儿子，你看，这是今天的第一道菜啊，海鲜拼盘啊！哇，蒜蓉小青龙啊，已经上5个菜了，实在等不及了，开动！干杯！来，小青龙，品尝一下。还得是靠海啊，这个小青龙特别的弹牙，特别的嫩啊！哇，东星斑啊！哇塞，还是第一次吃东星斑呢，是吧？品尝一下。哎，等，尝一口这个清蒸东星斑，看着是真嫩啊！好香啊！太香了，淡淡的鲜甜味哈。儿子还得是新鲜现捞的海鲜呢，吃起来特别鲜美，好吃吧？真好吃。那以后想吃咱就普普超市啊，他们开海季源头之菜，什么鲜虾贝、全品类海鲜，肯定新鲜的没话说。我看行。这就是鱼王了，已经被做成菜了，用的是闽南传统的砂锅做法呈现的。能吃到鱼王那可是有口福啊！这个鱼王的品种是龙胆石斑鱼啊，品尝一下啊。龙胆石斑鱼。搭配着这个蒜蓉啊，真的特别香。这最后还上了一碗这个姜汤啊，吃完海鲜可以来一口这个姜汤啊，得劲儿啊！哇，飞一表演鳌鱼飞天来了啊！OK， 吃饱了也看美了，活动也差不多要结束了。那现在准备带着我妈回酒店休息了。明天一早咱们出发探索石狮，明天见吧。我的morning everyday。今天的第一站呢，就带我妈去看一看石狮的海啊。出发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啊，东城灯塔公园，走着。身后呢就到咱今天的第一站了，灯塔公园。这里呢还是一处免费开放的海滨休闲公园啊，就是在身后这个红白相间的灯塔处，可以俯瞰这个祥之渔港和月牙海湾的全景，非常的漂亮，咱也去感受一下。不过这要到灯塔处，我得先爬一小段这个台阶啊。这算啥？顶多是个热身，出发。这条路上来好漂亮啊！这上面这么美哈！看对岸那个岛像一个小火山岛一样。是吧？站这个灯塔下面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和连绵不绝的这个海岸线了，非常的壮观，非常漂亮啊！有一说一，这下面住的是谁家啊？这观景无敌了呀！
这上面参观完了，就可以沿着原路返回了啊。旁边有一条小路，下去特别的漂亮。OK， 灯塔公园我俩逛的差不多了，现在准备出发下一站吧，石狮小威海，走着。前面这条路啊，就是在网上被大家称为石狮小威海的地方啊。冲入大海得多漂亮！主要是这条路啊，有点类似于威海的这个火炬八街的即视感啊。你别说，这么一看还真挺像的啊。哇，快看这边沙滩的这个沙子，超级细腻啊！这天气好的话，沿这个海边道路走一走啊，就特别漂亮，特别出片是吧？那行，准备出发我们的下一站了，被誉为海上佛国的加洛寺，走着。到珞珈寺了，这里呢，据说还被大家称为是一座建在海上的寺庙啊。据说是因为涨潮的时候，这个寺庙会被这个海水四面包裹环绕，像真的建在海上一样呢，也有着海上佛国之称啊，是免费参观的啊，带着我们去感受一下。这儿真的特别受欢迎啊，人真多啊，这一进来挺壮观的哈，是吧？珞珈寺这是太火了啊！一般这个好看的拍照点位啊都是人。那行，咱去旁边的黄金海岸转一转。这个黄金海岸呢，也是石狮看海一处非常有名的地方啊。就据说绵延10公里，沿途都是这种金黄细软的沙滩，而且从远处也能看到这个海上的珞珈寺呢。OK， 那咱石狮的海看的差不多了，现在准备带着我妈去石狮的市区逛一逛啊，顺便吃点东西。OK， 咱们现在就到这个石狮市区的八卦街了。据说这个街区呢，还是由这个9街11巷纵横交错构成的啊。外来的商客走进以后啊，非常容易迷失方向，就像八卦阵一样，所以大家都叫它八卦街啊。再继续转转，这还有一个牌坊啊，看着年代也挺久远的了。穿过牌坊的前面这个建筑就是凤里庵了，也挺有说法的。据说始建于这个隋大业3年，能看到庵前有一座隋代的小石狮子啊。据说这个小狮子啊，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历史了，是古时的这个商旅呢，常常以这个庵前的小狮子作为这个集合标志。久而久之呢，这里就被演变成公认的这个石狮地名的起源地了啊。这还有一座城隍庙啊。先是带着我妈去前面这条街吃一个粽子啊，之前咱俩来吃过，还蛮好吃的。到了啊，就是这个肉粽。老板，现在还有粽子吗？这份肉粽是15块钱啊，料还蛮多了啊。来尝一口。这个粽子还吃起来就是软糯，然后搭配那个酸甜酱，酸酸甜甜的，是吧？对。现在明明是大太阳、蓝天白云的，但是竟然下着雨啊！这石狮的天气真捉摸不定了。现在带我妈来喝一个这个石狮的小甜水啊！你好，老板，要2杯，一个西瓜汁儿，一个黑加仑的。看这个透明的是啥呀？丝瓜汤。干杯，尝一下。冰凉又甜。这大热天就来一杯还是挺解暑的啊。OK， 那出发咱今天的最后一站啊，带我妈去品尝一下石狮的这个松茸包啊，据说推荐的人也蛮多的，还蛮好奇啥味道的。你好，我们可以只打包一份那个松茸包吗？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松茸包了，7块钱一个，你看上面撒的都是这种松茸啊，尝一下吧，来。里面是这种流心的馅儿哈，有点那种肉松的感觉是吧？这口下去有一说一，真是挺满足的啊。OK， 那玩到这儿呢，我们这趟石狮之旅就结束了啊。石狮不愧是福建的一座宝藏海滨城市，天气好的话，这边的海景特别的美，而且海鲜也非常的好吃啊。尤其是昨天在瀑布开海盛宴上顺海吃海鲜，感觉就像刚从海里捞出来送到餐桌上，非常美味。而且在现场感受到了这种闽南文化呀，非常的热闹啊，已经开始期待明年的这个瀑布开海节了。那行，咱们静留好陪伴，下期见吧，拜拜。带我妈探索宝藏小城之旅，24小时光吃河南汝州。早上8点到达汝州站，下车后先直奔胡老寺，眼花缭乱的配菜融合上辛辣可口的汤。这我们平时喝的胡辣汤不太一样，里面有粉条、豆腐条，还有豆角，那是豆角吧？先喝上一口汤，再搭配小油条浸满汤汁来上一口，这熟悉又新鲜的口感也是非常不错。吃完后再来品尝小甜记，炒到锅气10多擀面皮混杂的牛筋面，一口下去真的香辣又过瘾。然后再来巧环小吃，用一张热乎10多的馋嘴饼勾起你的校园回忆。那汝州的锅盔也一定不要错过，现擀后烤的焦
脆锅盔，加进卤香味十足的豆皮和海带，细致的卤味和多层焦脆的锅盔搭配，真的非常美味。然后吃完就是直奔汝瓷小镇，走进这座汝窑文化的集合地，便能深入了解那始烧于唐朝中期、盛名于宋代5大名瓷之首的汝窑。它不仅以烧制青瓷闻名，有天青、天蓝、豆绿、月白等多种釉色，而且出窑后更因温差原因造成的釉面开片，隐约会散发出阵阵细碎裂纹的声音。那表面纵横交织的纹路宛如闪光的鳞片一般，就在此刻便会呈现出开窑声音似风铃，满眼皆是醉天青的奇特画面，非常的好听。然后这个的话是压坯的模具，它是把一块泥放进去，然后通过这种机器往下压，然后压成它一个工艺。机器开动之后，把这个往下压，它在转，它转之后就能给它通过这个压力给滚压出来。那汝州的手擀面也可以来尝一尝，这个店就在这个新大新时代广场的对面。劲道的红薯面淋上香醇的麻酱、蒜水和辣椒，搅拌后浓郁醇香的味道十分的上头。汝州的焖面分量也是十分的大，先不说这味道咋样，你看这分量也太大了，我的妈呀！然后再转战网红炸酱面，相比于菜码丰富的面来说，网友推荐最多的是鸡翅。然后在网上学会一个吃法，就是把辣鸡翅的汤浇进面中，会更加的有味又过瘾。吃完后再来参观风穴寺，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风穴寺里面了。这里曾和洛阳白马寺、登封少林寺、开封相国寺相齐名，同被誉为河南4大名刹，而且这里也被誉为河南古建筑博物馆。其中最为完整的唐代七足塔、宋代玄钟阁，还有金代中佛殿，被称作风穴寺3大国宝。中佛殿里面这块碑也是后汉时期的国宝，非常珍贵。你看就是看得好啊！而且以前的少林寺少林弟子的电影就是在这里取的景。这里是一颗清亮啊，而且这还有一个少林寺提水木桶的体验处。哇塞，我也是少林和尚了。我去提点水，看它这个龙泉的水顺着龙头流，然后跟着亭子上面这个连廊一直流到亭子里面。你看，这不就是那个古代文人墨客的那个娱乐方式吗？叫什么曲水流觞？哦，听过吗？没有听说过。罚你喝2杯。当你随着悠悠梵音踱步于这被环山拥抱的园林寺院，在这古韵十足的建筑中，感受历史遗留下来的古朴与自然，非常适合带着家人来这里慢节奏旅游，感受这里的历史文化。就这样到了晚上呢，再逛到八团买上一份卤肉，搭配洋葱加进锅盔里，然后再捧上一碗热乎的粉浆面条，坐在街边尽情的回忆这在汝州美好的一天。带我妈特种兵旅游之极限24小时逛吃鹤壁。早上8点到达鹤壁市，先去马老寺喝碗胡辣汤，香辣浓郁的牛肉胡辣汤搭配一张香软的油饼，来一口香香辣辣的汤，再把油饼腌进去，沾满汤汁的饼简直香麻了。喝完再来买个韭菜包，刚出炉的包子趁热来上一大口，真的满足。吃完又来小海吃热干面了，煮好的面条子加入各种配料和麻酱，再来一颗狮子头和小米汤，搅拌均匀后也是香浓的好吃。吃饱了来逛博物馆了，逛完又转战露台阁了。沿着阁后的齐河一路，先是逛到了古石桥的遗址，又来到了金沙滩，接着逛到齐河湿地公园了。在这里藏着一个火山遗址公园，登高望远的景色也是非常的不错。逛饿了又回来吃白吉馍了，兰花串海带面筋豆芽，丰富的食材切碎再加入饼里，小小的饼加上多的菜，大的嘴是真的一口都咬不下。吃完再来蒸吃碗麻辣烫，一大碗的烫酸甜辣辣的，越吃越上头。还有隔壁的棒棒鸡，那也不能错过。食材放入油锅中炸至焦脆，再抹上调料，香脆诱人的棒棒鸡一口下去嘎嘣脆的好吃。里脊肉串炸的也是嫩的，不错。再来还有张麻辣的麻辣拌，来上一口酸甜辣口的麻辣拌，真的特别下饭。那也不能少了鲜土豆粉，冒着热气的砂锅粉 QQ 弹又爽口。哎，你怎么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旧的我在换新当天就约了个转上门回收了，我那台12还卖了2000多呢。要不说人家是大品牌呢，回收体验确实不错，有专业的工程师上门质检，安全透明又看得见，价格合适，当面就能打钱。家里闲置的数码都能轻松变现。要我说，有闲置的平板、笔记本、摄影器材啥的，都可以试一试转的上门回收。吃完坐车转战祁县了，到云梦山了。推开当年我种的红尘，踏上圣殿，穿过这龙泉亭，仿佛当年鬼谷子隐匿修炼的场景映射在你我的眼前。
再越过山川峰峦，来到这八卦城看一看这流传于千百年华夏民族的智慧，在这一天而建的南天门中，尽情体会这山川大好和这平安人间。逛完又来朝歌遗址公园了，这里的摘星台和新兴阁也都值得亲自来看一看。朝歌老街也是古朴又充满韵味。逛完跑来老区吃炸串了，挑好的蔬菜放在油锅中炸熟，再撒上辣椒和酱料，1块8串，还要什么自行车啊？还有旁边的电影院砂锅面，砂锅面搭配小酥肉，那也是香得很呐。汤河桥的河螺面我们来了，劲道又爽滑的面条真的也是好吃得很呐。最后呢，我们也是在老城吃上了朋友推荐最多的火锅鸡，炖好的鸡肉和玉米放在铜锅里，随时都可以吃，这样的香甜味很足，也可以再沾着麻酱，也能像火锅一样涮菜。在这里吃饭氛围真的没得说，2、3个人组团吹牛聊天美得很。这呢就是我们今天逛到的鹤壁，虽然经过了岁月更迭，但商朝朝歌的历史画卷还保留在这片土地里，时光荏苒也不过是一纸云烟，鹤壁一切才是真正的刚刚开始。最好的一天，最好的那一天。带我妈特种兵旅游之极限24小时逛吃方城。早上8点到达方城站，先去喝一碗方城特色胡辣汤，汤中加入油炸的豆腐，搭配软糯的粉皮，再淋上1勺辣椒酱，先浅尝一口汤，再搭配1口小油条，喝起来是真的还不错啊。喝完再来理想吃个方城烩面，先在门口小摊子买个刚出炉的大火烧，和好的烩面扔进锅中，再加入秘制肉汁和葱花，再搭配1大勺辣椒和比碗还大的火烧，劲道的面配上肉汁的香，再来上1口火烧，真的也太棒了。吃完再来合计吃个酸辣粉，Q弹的粉配上脆爽的豆芽，好吃好吃。三中门口的刀削面那也不能错过，香浓的汤汁和面条的搭配，吃起来完全停不下来。通辽口的白吉馍我们来了，现擀现烫的馍搭配香浓的卤肉，再加上1张卤豆皮，全部剁碎，再加入大饼子里。方城的馍都好大，一口都咬不下。吃完又来逛练真宫了，地方虽然不大，但是这里的红墙碧瓦、黑檐斗拱和雕梁画柱的建筑都安安静静的，非常的壮观。桃花岛屿之巅，一座残碑珍珠想念。逛完又来新州门口吃饼夹串了，选好的串放进油锅中炸熟，碾碎后加入饼中，软嫩的馍配上焦脆的串，真的太满足了。吃完来逛博物馆了，逛完坐大巴转战七峰山了。到了七峰山我们来了，一进门就是这个玉女湖，还怪美了。接下来欢迎收看霍比特人的故事。大家好，我们是马卡巴卡。马卡和巴卡2人是刚认识的好朋友，今天是第1天，一起出门游玩，就开心地蹦了起来。巴卡推了一下，2人就绝交了。第1次坐缆车，风景也太好了。到山顶了，山顶看对面的七峰宫也太壮观了。滑着去下面的玻璃栈道了，哎呦，不太行呀，我俩都有点恐高，那也要坚强。到小溪了，坐下来冰个大西瓜，真的是太舒服了也。舒服完又回方城吃棒棒鸡了，炸好的里脊肉和棒棒鸡刷上料汁，一口一串，真的好好吃。一小的豆串可找到你了，煮好的豆皮搭配辣椒酱，简单的食材确实不简单的有味道。再来上1口小清汤的劲得很，还有这个老电影院的火烧夹菜，现烤的饼搭配炸串加进火烧里，带着火烧来路口吃米线，鸡汤麻酱米线搭配热腾腾的火烧夹菜，一口火烧一口馅，真的太美了。到了晚上别忘了文化广场，这里逛一逛人是真的好多，随便买了1家鸡叉骨也是好吃。这就是方城嘛，有山有水还有美丽的美景。虽然这里是县城，但是它带给我的是不输于大城市的体验感受，也希望这里能越来越好。再见方城。你要去哪？你知道吗？为此不计代价。我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使人看不见终点和希望。有太多火焰冷却我的理想，我依然燃烧，我仍在信仰。带我妈特种兵旅游之极限24小时逛吃长治。
早上8点到达长治市，直奔省建巷吃个早餐。香滑的豆腐脑淋上卤汁，再搭配一根炸的焦香的油条，沾满卤汁的油条来上一大口，再喝上一口香滑的脑，简直太幸福了。吃完再来新街吃个肉夹馍方便面，任选的方便面在锅中煮熟，淋上汤汁、海带和包蛋，组合一个卤得软烂的肉夹馍，别具一格的组合，真的也是与众不同的珠联璧合。吃完跑来六福塔看一看，看完又来上岛门了。两侧名曰风驰云动的钟鼓楼，遥相映衬的也是分外的大气威严。再来到这满是银杏雨的城隍庙，院内栩栩如生的精美壁画和院落外看似定格的时间，都记载了关于这里的故事。观音堂那也是一定要来的，攀附在堂内屋顶墙壁门窗的泥胎彩塑和鎏金匾额也是非常的震撼，各种古建筑结构真的也是看花了眼。逛饿了，来吃面条子了。油辣鲜香的油泼面真的也是满满的一大碗。雾中的炒凉皮我们来了，大火爆炒的凉皮再加入麻酱和花生碎，真的也是香得很呐。吃完又来秦家庄吃酸辣粉了，加入各种小料的粉也是劲道又弹牙的，不错不错。那怎么能忘了鹿城的驴肉甩饼？现擀的面团被师傅娴熟的手法甩成饼子，放在小炉子上摊熟，再搭配现切的驴肉放在饼上卷起来，加上醋，再来上大大的一口饼，真的不错不错。吃完又来湿地公园了，景色也是非常的开阔。逛完坐车直奔上岛了，到玉皇关了。踏上这玉皇关的山门五凤楼，精美典雅的藻井抬头可见，放眼望去，那层层的条角飞檐和炫目的琉璃脊兽映入眼帘，重重叠加复杂又精致的斗拱无言，留下的又是怎样的遗憾？水美作蒲团，何须借水投尘？应作如是观，空花样眼皆欢。明镜台下小盘桓。逛完来韩店小学吃涮毛肚了，沾着料汁一口一串也蛮好吃的。还有这个土豆花炸的软软的，搭配上酸甜的料汁，简直就是童年回忆啊！吃完又回市区吃炸串了，裹上面糊的肉串炸的金黄酥脆的，一口下去简直完美。还有陆家庄的鸡汁豆腐串，鲜香入味的豆腐串淋上蒜汁，那也是香得很呐。薄爆口的肉夹馍可等到你了，现做的馍搭配咸香的肉，一口下去真的满足满足。天黑了呢，也是来逛一逛桥北小吃街，这家的鸡排也是腌制的特别入味，还有刚出锅万人迷的薯条干梅，搭配鲜贝的口味，特别适合边逛边吃。在长治的时间呢，真的是悠悠闲闲的很舒服。在这里的旅程呢，不同于以往沉迷在城市的霓虹酒绿中，全程下来关于时光的传奇，才是让人真正沉醉在这里的秘密。可是我把城